现在关键时刻，川普现在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把伊朗给端掉。为什么？因为《华尔街日报》今天他特别报道，他说了，伊朗是川普的危责时刻。为什么用危责时刻来说？过去我们都知道，在拜登时期，在伊拉克战争里面，他是匆匆忙忙的撤出中东，表示中东国家对他的信任度其实是非常低的。所以，川普他要借由这一次他去打伊朗的这个过程当中，介入中东的情势来说，他必须把他的信用在中东通通拿回来。另外，我们还看到了最关键就是伊朗，它掌握到所谓的荷姆斯海峡。荷姆斯海峡它是非常多的石油要通过一个地方，能源要出口的一个地方。如果今天我把伊朗端掉了，换成亲美政权的话，等于我掌握到一个战略地位，我掌握到了贸易的地位，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看似是打伊朗，但是完全都是针对中国而来。我今天拿下荷姆斯海峡，我等于是把中国的喉咙紧紧的给掐着了，是同。所以今天大家非常关键是什么？今天伊朗已经讲我要发核弹，我摸这个核弹头样子，甚至呢，美方的川普也在这个所谓战情室在等待，甚至在哈萨克的习近平也都在看着。等于什么？中美两大的领导人都在看，你要怎么搞？你要怎么搞？你要怎么搞？因为伊朗一旦被翻掉，真的出大事了。没错，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伊朗已经处在一个灭国的这个边缘。这个以色列或是这个我们的川普来说，他的目标就是要端掉伊朗，要让伊朗的政权改换。好，另外一个，伊朗当然也威胁，他说：“我们今天晚上要有核弹，要攻击这个，不排除用核弹攻击以色列。”所以我才说，今天晚上说，国际领导人恐怕会非常忙碌，因为他要观察这个伊朗到底怎么样。当然了，这个目前为止决定伊朗生死来说的话，在这个所谓川普还有在纳坦雅胡的手上，川普决定说我要不要攻击你。好，另外一个，在这个中亚的哈萨克的这个习近平，他也要看为什么。万一真的伊朗不见了，伊朗在地图上面来说换成亲美政权的话，对中国影响相当巨大。为什么影响相当巨大？我们讲最近一段时间，中美两个国家不是在互相博弈吗？巴拿马运河，目前为止来说，美国已经控制了，苏伊士运河本来就在美国的控制的手上。那如果荷姆兹海峡，过去在伊朗的手中了，如果未来变成是亲美政权被美国掌握了之后呢，我中国的永远的这个管线啊，被你持有的管线被你控制住，它就被切断了，被你控制住。而且你知道，伊朗目前的持有了170万桶，每一天都是运往中国啊，所以中国没有一个油源来说，它等于是端掉它这个油源的这个地方。所以对中国来说，它一直密切观察。而且那《华尔街日报》说什么？伊朗是这个川普的危责时刻。为什么这样说？他说总统可以透过帮助以色列来消除德黑兰的这个核威胁，扭转拜登在阿富汗的中东信用。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实际上从这个拜登时代，他在阿富汗不是撤军了吗？对。然后他跟这个沙烏地阿拉伯不是闹得很不愉快吗？所以我们中国习近平不是来了这个中东，拉拢很多国家，我要拉拢伊朗，又拉拢沙烏地阿拉伯，把它拉拢起来。这个局，我们讲最近呢，川普要把它破。前一阵子川普不是访问沙烏地阿拉伯，把拉拢过来。问题是，你要真的拉拢沙烏地阿拉伯，只有一个方法。把伊朗彻底的端掉，伊朗彻底端掉之后，沙烏地阿拉伯完全会臣服在你的手下嘛。中东格局完全改变之后，你习近平没有任何插手的空间，所以等于是用这样方式的把习近平的势力彻底的铲除，说这个中国势力彻底铲除，说中东。所以我才说这一场伊朗未来的这个定位到底是怎么样的说话，事实上是攸关整个世界格局，或是中美未来对抗的版图的这个变化。而且川普他是玩真的他直接发文说什么？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喽，我不能忍了。你无条件投降，对，你就直接把你吃得死死的。对，事实上，川普连续发出他的这个在 Truth Social 上面来说，你看这个无条件投降吧，那紧接下来说，我们非常清楚这位所谓的最高领袖躲在哪里，他是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那我们现在不会杀他啦。但是至少目前不会，但是我不保证不会。那我们耐心正在逐渐的消耗殆尽，所以看起来的话，他似乎是有。我们前几天不是以色列说他有一个这个斩首的方案给他吗？纳坦雅胡也说我们可以知道，现在川普也说我们的确是知道。好，那这样，所以你要看起来的话，以色列跟这个美国的立场就是要端掉这个哈米尼。对，那哈米尼现在怎么样？哈米尼一开始就说，你看。这个伊朗国家电视台说，我们今晚要发生一件大事，世界将铭记几个世纪。好夸张啊！几个世纪，那一定是很超级大事嘛？会不会是类似911这样的攻击？是我们不知道，但他至少他有端出一个武器嘛，就是我们有这个超高音速飞弹嘛，法塔赫嘛，还有另外一个，你看还有那个什么
微型的这个核弹头嘛，那加上吓死人了。对啊，你看微型的核弹头加上这个所谓超高音速飞弹，你拦得住我吗？我打击你以色列，那是恰恰好的一件事情啦。然后就说我有可能这样做嘛，哈。所以到市场目前为止来说，那哈米尼，最新消息，哈米尼说什么？我们不会接受什么强加的这个战争或是和平，对啊，我们不会投降。所以看起来的话，他是不是真的要战到底的，硬干到底？所以我才说今天晚上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好，那我就讲，除了这些那习近平当然只能够看，那普丁当然也只能够看。好，那除了这个哈米尼跟这个他们跟以色列还有跟美国叫嚣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巴勒维。对，巴勒维呢，他们之前是被这个何梅尼他们这个神学政权推翻的伊朗的前王室嘛，他现在也出来讲，现在是站起来的时刻了，要夺回伊朗的时刻了。所以就到事实上，国际领导人现在都很忙啊。我在说，接下来一段时间绝对是伊朗命运还有中东命运一个非常重要的抉择时刻。虽然说伊朗说，我们有这个超高音速飞弹啦，要这个用这个微型核弹头要射向你，问题是，照我这问题出现在哪里啊？你的这个发射车能不能够出来都是个问题呀！好，为什么这样说？你看，这就是以色列公布了。他说：“你看，我们知道你有很多这个飞弹，对，好，我们就直接打你什么？打你这个飞弹的这个出场的地方。所以你看，他就打了这个在伊斯法罕地区，他们发射非常多的地方，攻击你这个飞弹储存的地方。好，那不止攻击你飞弹储存的地方啊，你要飞弹发射要飞弹发射车啊。你看这个有意思是什么？你看这个从这个车出来，这就是一台发射车嘛。然后准备要到这个定点来的时候，就砰一声。”被炸掉了。等一下，这台车才刚刚出来，刚出来，你以色列的情报也太准了。对，然后马上我还没到定点哦，走1/2哦，我就被轰成火球了，就火球了嘛。所以你知道，我就讲嘛，目前为止没有错。你以色列说，我要轰炸你，我要这个，问题是你发射车到底能不能够出来？你一出来的话，以色列马上就看到你，就把你轰掉了。所以搞不好你的这个核弹头刚装上去的时候，砰！就不见了，不一定，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以色列跟你讲，我马不会惊你啦，我们就公布画面给你看嘛，你最好你能够发射车，最好的飞弹都能够就位，我就试试看你是不是有办法。你看就这样炸掉，对，以色列就跟你讲，所以就知道说瞬间的事情，对，这是以色列的方法嘛。所以你知道，你看刚出来没多久啊，然后就不见了，就爆炸了，对，连定位都还没到，定位就没了啊，他连这个飞弹升起来都还没升起来就挂了。所以你知道，好，所以我才说嘛，为什么以色列没有在怕你？那为什么这个伊朗要讲得这么狠？因为他可能他也认为他做不到啊。不过当然我们要观察下去。另外一个就是说，这次以色列也是这种国之重器全部都出来了。因为事实上这一次不是伊朗发射非常多飞弹啊到以色列境内吗？那以色列呢，他们除了有这个地面上，包括说铁穹系统、大卫系统一大堆之外，他们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他们在他们外海部署了他们以色列国防军的这个独立号的这个萨尔6型的飞弹的舰艇，在这个地方就这类似这样。萨尔6型的这个巡逻舰，这巡逻舰搭载什么？搭载就是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大量的这个先进的雷达系统，还有光感测系统。它的意思是什么？它也在负责拦截，也就是说，如果有飞弹要靠近以色列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在除了路面上和这个飞弹系统之外，海边的系统我们也射出来。所以它是以色列的神盾。对，没有错，就是类似美国的神盾。美国这次神盾舰也有2艘在以色列外海嘛。那以色列本身有他们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神盾舰，那它搭配什么？搭配所谓32枚的这个闪电8型的这个防空飞弹。所以呢，它等于是闪电8型的防空飞弹，等于是说你很多譬如无人机、小型的导弹进入到以色列领空之后，它也是可以拦截你的。所以我才说嘛，这次以色列也是精锐进出，他怕你真的是有这个飞弹能够这个逃过我的天罗法网的时候，他在陆地上还在海面上也架置了非常多的这个防空系统在这边。好，那除了我们那么密密麻麻的防空系统之外，我们不是说吗？最近呢，这个我们已经很久46年没有听到了巴勒维王朝重新回来了。对，这是巴勒维的这个末代王储啊，他这个里萨巴勒维，他在最近呢，终于又现身了。他说什么？亲爱的伊斯兰共和国已经走到同胞，伊斯兰共和国已经走到尽头，正在崩溃。哈米尼像一只受惊的老鼠躲在地下室，而且丧失控制权。他说什么？需要一场全国性的起义，对，我们就可以一劳永逸的终结这场噩梦。对，他在策反。对，现在是站起来的时候啦，要夺回伊朗的时刻啦。不要怕伊斯兰共和国垮台后的日子，伊朗不会陷入内战或是动荡，因为我在这边嘛哈。这个自由繁荣的伊朗就在我们面前，希望很快能够跟大家在一起。所以看起来的话，连末代王储都已经准备好，万一真的哈梅尼
倒台的时候呢，或是神学政权倒台的时候，他就准备要回到伊朗了。好，那你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话，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来说的话，其实在这个和美这个过去巴勒维王朝时代，他们有接收非常多来自美国的这个所谓武器嘛。那这次以色列他也很故意哦，他又把来自当年的这个巴勒维王朝，你美国接收的东西，要把你打掉。对，譬如说这是什么？这是747飞机，然后747飞机改装成的加油机，他们的加油机就 KC747，然后就把它干掉了。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 F14把它干掉了。然后另外包括说像这个之前的这个相关的这个 AH 的攻击直升机，把它干掉。所以当时伊朗怎么跟美国交好？对，怎么买的这些武器？是以色列直接说，我就打给你看，你对不要想要靠美国，是美国没有什么了，是卖给你什么我打什么。对，他就把它为什么把它消除掉嘛？因为事实上以色列某些程度来说，他也不希望伊朗跟美国走得太近了哈。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所以才说这种国际的博弈呢，事实上。即使在何梅尼倒台之后呢，实际上也是一样，哈梅尼倒台之后也是会有非常多的这个冲折就会出现。对，那除了我们就讲嘛，现在这个王储都这样说了嘛，赶快啊，我们这个我们相关的这个人员赶快要起义啊，他们就已经开始要这样，然后他们也在跟这个里面的一些这个包括说官员在联络，你们准备要叛逃这样一个情形。好，那除了这个，你看很多士兵开始要离开军队嘛，在伊朗街头到处都有这种涂鸦，涂鸦什么？他说打倒3个腐败势力，神职、左派还有圣战者。神职不就是你哈米尼嘛，对不对？那左派来说，当然也是跟他们的神学政权一样，还有圣战者，就是你们那些圣战士嘛。所以看起来的话，他真的这个民众其实是想要打倒他们这个状况。那你看，还有人就拍到这个画面，这画面是什么？这是个飞弹卡车，这个你看上面有一个飞弹，然后下面有一个卡车，我还以为这个是被炸烂，没有。对，完好如初的规章厚，然后就直接停在路边，对，放在那边，然后你就那这个士兵在哪里？没有士兵，士兵跑，上面还有飞弹所以等于是就跑了，对，他们就等于跑了。所以呢，事实上现在整个伊朗境内的这个革命卫队或者他们相关的国防军，根本就是大家不想打仗。为什么不想打仗？因为他不想帮神职人员打仗嘛。好，所以现在呢，伊朗民众都跑到哪里？我们之前讲嘛，伊朗现在街头上面没有人，他们都躲到防空洞去。对，那躲到防空洞去的时候，赵，你知道他们干什么吗？他们干嘛？他们居然在唱歌跳舞啊！那唱歌跳舞就是很有意思哦，因为在过去神学政权的时代里面是禁止你唱歌跳舞的哦。他们是很保守的民风嘛，所以他们要造反了。这就是他们已经感受到说，神职倒台的时候，搞不好我们未来可以更加开放嘛，所以他们已经有一点在庆祝了，对。那甚至还有人，这个很夸张哦，这还有人在听什么？听广播，他什么？这是伊朗的声音，然后就是我们国王万岁，伊朗的救赎之路，他们是国王的声音都放出来啊 ！#巴列维国王，对呀，就叫他们要策反的那个国王。所以我就说，现在伊朗境内已经开始，就好像有点心战喊话，亲爱的同胞，放下你的武器投降吧，就这样哈。那真是你看，伊朗人在公益里还喊哦，这是最后的决战，巴勒维必将回归啊！你就知道，直接这样讲。对，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现在的确啦，伊朗人可能在46年的这个所谓神学政权之后，他们也受不了了，这个很多过去被限制的东西，他们搞不好想要回到过去在这个巴勒维政权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日子过得蛮开心的嘛，所以搞不好他们想要回到那边，所以我才说伊朗民心思变。好，那我们就讲，事实上战争呢，美军都有一个这个标准的 SOP， 就是他会把该地区的所有的战争讯号给你干扰掉，对，甚至没有办法收到讯号。这时候你能够收到什么讯号？就是星链可能就会过来嘛，所以这个你没有办法收到星链讯号。所以目前为止来说，你看在荷姆兹海峡，甚至在中东那一带，你看我们圈起来这是什么？这是很多船啊，他们现在收不到讯号 ，GPS 没有。所以就开始乱窜，它方向就丧失了。那方向丧失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这个画面是这个黑暗舰队号的这个游轮，它为什么？因为它事实上它不知道位置在什么地方，就没想到，因为它不知道引发了这个安全事项，就烧起来了。那烧起来后，就没想，他们想要这个救援，call 人家，结果 call 不到人，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因为他现在这个 GPS 目前为止都被干扰，甚至在当地还有所谓互撞、相撞。你看，在当地有非常多，你在海面上面看到这个3个红点出来，就是烧起来了。对，那甚至还有什么样一个状况？你看哦，这原本是一艘船哦，赵尔，你看这是一艘船哦，就你仔细来看，它的定位居然是在陆地上，所以有种应该是它已经变陆上行舟了。对，所以我就跟你讲。在这个所谓以色列跟伊朗交战的荷姆兹海峡附近来说的话，整个 GPS 都被完全干扰，你的位置可能就会完全是整个走掉的一个情形。好，那我们就讲为什么这次的习近平呢，他现在人会很担心，因为很简单，
我们跟他讲，你看这是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说如果伊朗石油被切断的话，中国会付出代价。为什么呢？因为伊朗其实每一天，伊朗其实是世界的石油产出大国，它每天170万桶原油，但是呢，没有这个不能卖到国际市场，没有人买，所以它卖到什么地方？中国，所以它都卖到中国。它透过这一条油路卖到中国，每天170万桶的这个石油，源源不绝的卖到中国。他们当初呢，从这个伊朗卖到这个中国去的时候，我们是目前为止国际上的石油价格大概是一桶50-60块、60-70块都有。但是你知道，它卖到中国的时候，它折价是每桶2块美金，甚至在之前的时候，2024年的时候是4块美金。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跟他讲，如果假设伊朗真的垮台的时候呢，我们台湾有一些公司会受惠。赵豪，你知道什么公司吗？我们的台塑集团。为什么？因为台塑集团就是因为中国有非常便宜的油进去嘛，那进去之后，它可以把那个塑化原料打得非常低。如果未来它没有这些之后呢，塑化原物料会往上涨。对，所以来说，市场很多人在看着，搞不好台塑集团都会完全翻身的一个情形嘛。哈，那你知道，因为呢，目前为止来说话，伊朗有非常多的原物料都送到中国去，所以因为伊朗的冲突之后呢，中国的甲醇价格就开始出现一个飙升的这个情形。所以来跟你讲，事实上我们就不要讲说，伊朗的态势好像不会影响到中国，事实上会的，就包括说它的石油，还有它很多原物料都是送到中国去。假设这个未来的伊朗的这个便宜原油不在的时候，这对中国经济恐怕也是会一大伤害。所以我们才说嘛，密切观察伊朗接下来的局势，它绝对会牵动全世界的政经变化。的确，虽然习近平现在人远在哈萨克，但我们刚刚讲，今天晚上可能都会失眠，因为中美两国都在关注伊朗的情势。真的是这样吗？你看到这个人，这个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叫傅聪。我想说，他应该要去讲伊朗的事情，没有哦。他今天什么？在安理会上，叙利亚的问题公开发言，他敦促叙利亚临时当局要履行所谓的反恐义务。他这么大动作干什么？那赵文，你如果只看到说，奇怪了，叙利亚的事情关中国什么事？干嘛那么紧张？不对，为什么？因为川普透过叙利亚这个所谓的东突厥来恶心到中国自己家里面。理由很简单，原本这个叫做突厥斯坦呢，它就是根源地在哪里？其实它是一直要把新疆那一块以及包括内蒙古，就是说我要复国，复兴我们维吾尔族，我们要自己建立自己的东突厥，我们讲斯坦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当川普把说见了叙利亚新总统，第一个叫做沙拉，那沙拉跟这个东突厥，也就是东伊运呢，它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他们都是逊尼教派的，所以基本上两边是合在一起。再来。新的这个沙拉新总统，过去大家也知道他是恐怖分子嘛，对不对？现在洗心革面了嘛，改头换面了，不一样了，改头换面了嘛，对不对？所以那既然我可以改头换面，我也把东伊运也拉进来改头换面，也把它变成是正规军。那一些恐怖分子都变成正规军了。叙利亚直接把这个东伊运列为陆军第84师，换言之，然后还有3个将领，这个叫做正规军。正规军了，他直接把3500人收编了。就说没有啊，这以后就是我们叙利亚人恐怖分子变成像是这样子，都是正规军的。对啊，他们现在要证明啊，我们不是恐怖分子啦。总统沙拉都不是恐怖分子了，这些人3500人炸中国，怎么会是恐怖分子呢？所以我讲，中国当然孰可忍孰不可忍。那我问你，川普默许这件事情的发生，是代表什么概念？我就存心要恶心你中国啊！但你现在看到他现在带起夜视镜。然后呢，从事这种正经八百的标准化的军事训练，换言之，他等于就是未来没有要再恶心你，而且他的目标也一样。那你再仔细看中国现在为什么他对这个新疆的所谓的恐怖分子这么敏感？因为东伊运的活动地除了中亚以及我们讲的伊拉克还有西亚，包括叙利亚这个一带，最主要他们炸的对象都是中国。对，你看2020年的时候，美国国务院才联邦公告发布通知，说什么？根据移民跟国籍法。撤销东突厥斯坦，就是他们想要立国的那个名称，叫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恐怖的定义。因为后来他们发现一件事情那你东伊运的存在，除了在中亚跟这些我们讲的其他的恐怖分子合作之外，你就是在恶心中国，那跟我美国没什么关系啊。所以你如果在国际上认定，对不对？他们会把东伊运视为亲美的恐怖分子，亲美的恐怖分子，后来当然撤销了嘛。所以美国根本不会提供任何情报给中国，就你尽量去恶心。你看2024年12月3位东突厥斯坦就是东伊运维吾尔族人，他们是3500人，全部都是维吾尔族，被过渡政府任命为高级军官，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沙拉。所以沙拉已经正式认可说，包括在这一次推翻叙利亚的政府 ，OK， 以及呢未来的合作，你都是我们自己的人。你看
阿卜杜勒、阿齐兹、达伍德、胡达比尔底准将、上校，就是赵好，你知道是什么吗？这是高阶军官。高阶军官就是你具有对于一定程度的军队的一个掌握权嘛，而且你再来哦，他们所有人哦，全部都是维吾尔志愿组。编列之后呢，还给他们一定的夺取，因为他们曾经夺取这个阿勒颇，我们之前介绍过很多次嘛，所以呢，还有包括一些乌兹别克，等于就是说，你现在把它收编之后，未来赵尔他会不会壮大？当然会啊。那他壮大之后，他还是不是会去恶心中国？对，当然是会，他的目标是要复国啊。他不是说今天加入叙利亚之后他就不复国，他的名称叫做东伊运，为什么？他是东突厥斯坦叙利亚支部，他有其他的主部啊。所以你看哦，中国怎么做这个纪录片呢？说 warning， 接下来的画面会让人感到不适。然后你看到这个纪录片里面，我们把很多画面都剪掉，因为太残忍了。他在里面干嘛？就开始在中国里面我们讲的爆炸啦，进行相关的我们讲暴乱啊，甚至是呢放火啊，甚至是一些武装行动啊，而且呢还有相关训练的画面，跟你讲说这些人多精良多可怕。你看这边冰冰冰冰，那边冰冰冰，说他们根本都是恐怖分子，会做所有事情。对，而且他们直接讲东突厥斯坦还说什么我们要把你中国给歼灭掉，这是他们直接讲出来的口号，所以你想想看。而且他的宗教，因为我们刚才是不是讲过，他也是逊尼教派，所以他就借由这个我们讲宗教上的我们讲合一，因为包括许多的维吾尔族人，为什么跟中国一直有长期的冲突，也就是宗教思想，他们是属于伊斯兰教的。你看东伊运说圣战殉教上天堂。异教徒将被彻底清除。你不讲，你还以为说哇，怎么跟这些我们讲的中亚、西亚的这些伊斯兰的民族这么相似？但他的目标是在中国啊，对，所以对他来讲，他是这也很难怪，为什么中国这么气？像你刚刚讲，这是央视特别拍的这一系列，中国可是对他们气得牙痒痒的。对啊，所以他就是在跟你讲说，维吾尔族人在外，因为他是流亡海外的维吾尔族人，形成了恐怖分子，而这个恐怖分子会对我们的新疆、对我们的中国的政权维稳产生很大的动荡，他是要丑化我们讲的，把他们变得是很恐怖的嘛。所以你看，他们去训练这个6岁小孩子开枪，拿起手枪开了一声，然后放下枪之后哇哇落地。宇轩，所以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中国现在这么紧张这件事情。如果今天伊朗被拔掉，如果今天叙利亚又壮大起来，他没有屏障了，他是直接进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他这次要到这个所谓的哈萨克去，他赶快把它巩固住，再不巩固，中国会出大事的。对，你刚才讲的没有错为什么？因为叙利亚是他一个根据地，没有错。OK， 那是基于所谓的宗教，跟他现在我们讲正规军纳入。那阿富汗呢，本来就有东伊运呢在运行的轨迹，但现在原本呢中间还有一个伊朗，至少伊朗呢还是听中国的。但伊朗现在我们讲的网络也没有了嘛，然后电信也没有了嘛，金融也崩溃了嘛，所以基本上呢已经无用武之地，没有屏障了。等于说你东伊运很有可能在这边扩散，而且它本身呢在中国新疆，我们看到有没有看到新疆自治区这边的境内？等于是你这个一路会让它连接起来。等一下，这等于是什么反向的思路？对以前是中国去思路，现在反向打回去。对啊，因为东伊运本来是零碎在我们看到的中亚以及阿富汗还有叙利亚，这个算是西亚这等地吧。但你现在等到这个东西很有可能真的是给它串联起来之后，势力不就更加壮大了吗？所以对于美国来讲，美国就心中一个想法我乐观其成啊，我无所谓，我又不会去阻止，对不对？所以想想看我们现在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在昆明火车站曾经发生所谓的暴力袭击。你说宇轩，你怎么突然间讲到社会案件？不对来，最后判刑3个死刑，1个无期徒刑，对不对？来，他抓了很多人，然后呢，中国最后跟你讲说，这些人就是东伊运的，都东伊运的。对啊，他就是不断的犯这种，因为他们我们讲，他没有办法制造那种大型的那种爆炸，或者是说有一些特殊案件，那是过去，最近已经很少了。那包括之前的我们讲新疆也曾经有这种我们讲小规模的爆炸，在什么？在火车站南站。一样，他也跟你讲说东伊运，所以换言之，这个都是2014年跟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那中国好不容易现在把它维稳镇压下来，他一定会担忧一件事情嘛？那你美国现在的纵容跟美国现在的放纵，会不会最后呢这些东伊运呢卷土重来，再度在新疆呢，可能在2025年或2026年开始进行这些我们讲的作乱的行动？因为你看，公安部已经有讲了2021年的时候，曾经呢他们在2014年中国捣毁1900多个。暴恐团伙逮捕14000人，缴获2000枚爆炸的装置，这些讲的是谁？就是东伊运，这是2021年曾经清剿过一次。但是如今，如果呢，他们从外围包围内地，就是从海外开始去扶植，而最后他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当然是继续让中国恶心他下去。廷慧，这次川普他真的是一定要把伊朗给端掉。你跟我讲，我才知道一件事情，从以色列建国70周年的纪念币里面，
就可以看得出来，以色列在这次多帮川普、多帮美国，真的要把伊朗给处理掉了。对，这是2018年当时候以色列建国70周年的时候纪念币哦。你看到当时因为川普1.0的时候就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国都，对不对？对。所以后来来讲的话，他们纪念金币当中呢，就把这个川普的头像当做他们里面的这个纪念头像，而且代表说他们让川普让他们回到家里。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川普后面还有一个头像，你看到川普后面那个头像是谁？就是当年波斯帝国的居留士。那为什么叫波斯帝国居留士呢？你知道，因为纳塔雅胡这几天来讲都在做新战喊话，他不仅仅只是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全世界讲而已啊，他怎么处理掉伊朗哦，他另外还接受这个在海外的本来就是要推翻这个神棍政权的这样的哈米尼的这个政权的一些广播电台或是电视台哦，他们对波斯人来宣告，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现象。波斯人为什么会跑到伊朗人会跑到这个所谓的防空洞里面，在那边庆贺，在那边跳舞？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这个所谓的犹太人要来解救他们，要来解放他们了。解放他们？对，那什么概念呢？你知道以前居留士啊，他在当年波斯帝国的时候，因为犹太人被穆斯林啊抓到那个巴比伦帝国。对，巴比伦帝国是在这个巴格达这个地方啊。那后来这个居留士呢打进去这个巴比伦帝国之后呢，就把犹太人解放出来之后呢，送回到现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所以你看到这2位啊，一个是川普，一个是什么居留士。所以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川普也是协助以色列，然后呢，居留士在以前2-3千年前的时候也是协助以色列，也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在纪念70周年的时候才把它放在一起。现在来讲的话，纳塔雅胡就是告诉波斯人说，我们要跟你波斯人为敌，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好朋友。对。那今天来讲，就是被这个神棍政权害的，所以我今天的目标就是帮你们解放，我把这个神棍政权把它拉下来，甚至于说，现在已经讨论了要赢回所谓的巴勒维政权、巴勒维王国那时候的这个后裔，能够回到伊朗去统治伊朗嘛。所以简单一件事来讲的话，为什么今天这个神棍政权会提到说，这个可能这个有要给世界上这个所谓的难以忘记的这个回忆啊，其实很多人认为说他可能到最后穷途末路，然后狗急跳墙，会不会用所谓的核弹来这个处理这个国际事务啊？但是我认为是这样子啊，如果说因为今天这个神棍政权就是哈米尼政权，他知道自己大概旁边的人全部都被铲除掉了，对，他如果敢这个对川普称臣。也就是说，他今天来讲，他私底下去找川普说啊，算了吧，维护我的政权，然后留我一条生路的话，或许还有救啊？真的吗？也就是说，在今天这个礼拜5以前，如果川普没有点头让纳塔雅胡把这个哈米尼干掉的话，那基本上这个政权有可能会暂时活下来，就过关了。但是会苟延残喘，因为他可能是一个没有这个所谓的我们讲核武的一个伊朗。但是一件事情哦。如果说今天来讲的话，他这个川普拿不到伊朗哈米尼给他的一些相关的东西来讲的话，可能就点头了，让他处理掉了，对，就把它处理掉了。所以如果处理掉的话，刚好赢回所谓的王室，赢回这个巴勒维的政权的话，这个整个在中东的这个所谓的政治以及国际关系的体制来讲的话，整个会发生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那这时候就会影响到刚刚有讨论到的中国、俄罗斯整个在全球的一个战略地位哦。那连带影响到台海之间，所以这个为什么说现在以色列的态度以及川普的态度非常重要？现在伊朗整个是被抓着在打，然后如果说这一个哈米尼如果没有任何的这种认知来讲的话，相信直接就被处理掉了。志平，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哦，如果伊朗今天他原本政权被颠覆掉之后，如果是真的巴勒维的政权上来，那一定是亲美的哦。为什么？因为巴勒维竟然跟我们台湾这么有渊源。没错啊，当年在这个巴勒维王朝统治的穆罕默德以撒沙赫巴勒维他是伊朗的国王。那当时跟台湾他其实是有邦交的。在1958年5月14号那一天，他抵达了这个台湾。他其实那时候要去日本，顺道来台湾访问6天。那抵达了台湾松山机场之后，你看当时候的老蒋。这个蒋中正
然后去特别迎接了这个巴勒维，他率的这个200多名的这个军政要员官员，在松山机场，包括三军仪队啦、宪兵啦，去隆重的军礼欢迎巴勒维。那巴勒维带着10余名的官员搭飞机到了这个台湾，然后呢，其实在1958年他来台湾主要看什么？看我们的石门水库，对，看我们的这个土地改革馆，土地改革馆就在桃园市的这个纵贯路上面。那现在是看起来像蚊子馆一样，可是，在那时候刚建好的时候，因为有实行我们那时候不是有375减租吗？土地改革成果，巴勒维是来台湾取经的。他还特别到这个地方来看我们台湾的石门水库。对，后来这个巴勒维啊，在那时候来台湾之后。当年因为伊朗跟台湾都是美国的这个反共盟邦嘛，然后里面也提到说中华民国跟伊朗都是反共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基调，然后呢，而且老蒋跟这个巴勒维都是重视军队的人，对，然后所以呢，相对的这个两边的政权也是获得美国的这个支持，然后再加上。当巴勒维表明他来意，就想看台湾土地改革的成果，所以后来呢，老蒋也跟这个巴勒维去介绍说啊，台湾怎么样土地改革啊，然后这个后来巴勒维影响所及啊，他在1958年看完台湾的这个做法，回去了这个伊朗了之后呢，1960年到1963年，他就进行了伊朗的一个白色革命。白色革命就是当时的这个巴勒维在伊朗统治的时期间啊，他开始进行了10几项的相关的这个土地改革，就是模仿台湾。而且让我觉得最惊讶的一件事是什么？巴勒维来的时候，让当时的总统蒋中正设了国宴。所以等于是什么？巴勒维是第一个，这是台湾的国宴滥觞。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国宴我们没有一个制度化，对。可是，在巴勒维来的时候呢，你看这是老蒋跟蒋宋美龄在宴请这个巴勒维。然后呢，因为老蒋他就摆出了高规格，他是第一个来台湾的外国的国王，对。外国的元首很多，像后来我们知道美国总统都曾经来过台湾，可是那是民主国家的民选总统。我们碰到了第一个外国的国王，巴勒维是第一个，所以巴勒维他建造了台湾国宴的 SOP 了。对，后来他来的时候吃了一些这个专门有的一个，不只是特殊的台菜，还有一些料理哦，西瓜菠萝粥啊、牛肉茶啦等等，这些很多端出来的多道美味料理都让巴勒维赞不绝口。然后呢，而且当时出席这个国宴都有一定的规范，老蒋跟巴勒维2个人要站在这个餐厅的这个门口，所有宾客进去都要穿正式的服装，进去都要向2国元首行礼。进了会场开始吃饭之后，老蒋先敬巴勒维，巴勒维再回礼，然后才全场这样的一个敬礼。对，而且2国元首到会场的时候，全场要起立这个肃立欢迎他们，都有很正式的这个仪规。等到巴勒维这个离开总统府的时候，老蒋送他到客厅门口，然后等到出去总统府的这个大门的时候，再由这个外交部长当时的叶公超送巴勒维到总统府，都是很讲究仪节。等到巴勒维离开台湾之后呢，在6月9号的时候呢，那时候老蒋就把这个外交部长叶公超找来，他说啊，以后这个宴请国家的这个元首，他就有鉴于说宴请的巴勒维太高调、太铺张、太奢华，他就跟叶公超跟外交部讲，以后我们要制定 SOP， 要制定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办法。所以后来外交部长回去之后呢，他就叫外交部同仁把相关的规范弄出来，就等于有了巴勒维条款，等于3套根据巴勒维的这个接待的模式，以后美国、英国其他国家来台湾的这些政要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 SOP， 包括国宴仪节啊、公开宴请的仪节草案等等相关的，我才会开玩笑说像巴勒维条款一样。所以国宴的制度就是从巴勒维开始的，而且巴勒维统治下的伊朗，你知道吗？那时候其实是很开放的。你看到这个是，我如果不讲这个是当时的这个伊朗，你还可能说是哪一个国家啊？就是伊朗啊！哦，你看那个画面，是不是像以前就是一个很先进的国家，很开放的国家？是不是像很多欧洲、美洲、欧美各国、南美洲？所以我们以前都要学他们的。是啊，你看他们是其实很开放，甚至1970年代的伊朗的女性是可以穿着泳装，是可以露肩露大腿的，是可以，你看吧，他们的当时的这个穿着，女性是没有像现在要把自己包得密不透风，穿着这样的一个穆斯林的这个女性的这个打扮。之前不是伊朗还发生过有穆斯林的这个女性，她没有戴上这个头罩，没有把它这个围起来，然后被判了这个鞭刑178下，然后还被关了这个1年半。多么自由，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是啊，而且你再看当时的伊朗女生的穿着、大学生的穿着，还有伊朗年轻人，然后70年代的伊朗，它的工业是非常现代化的，因为我刚刚有讲说，1960到1963年，
推行白色革命、土地革命之后呢，土地改革之后呢，伊朗其实巴勒维也很重视在工业的现代化过程，也开始出产汽车。然后那时候1970年代的这个伊朗，你看那个德黑兰的街头，这个都上世纪的车款了，但是已经算相当的繁忙了。你可以看得出不会输给欧美很多的这个国家的大城市哦。然后当时伊朗还有很多的这个百货公司，而且有非常晚上这个夜生百货公司人很多，人很多就代表一件事情，什么？它的消费力很旺盛。是啊，而且百货公司都是卖你的精品的。你看这个晚上非常精彩的夜生活，都跟现在完全不能比啊！当现在变成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政府的时候，你刚刚看到以上什么百货公司纸醉金迷的夜生活啦，这些完全几乎都消失了。你现在看到的都是上个世纪在巴勒维政权、巴勒维王朝被这个何梅尼他们的所谓的伊斯兰革命推翻的之前，这画面看的也太惊人吧！你看到里面哦，跟现在想象伊朗完全是天差地远。里面人以前多快乐，唱歌的啦，跳舞的啦，喝酒的啦，还有这种，还有开趴，还有这种 band 的，哇，天哪！这个就是为什么之前巴勒维王朝它会比较亲美，然后亲欧洲国家，然后会特别，甚至它那时候的跟以色列关系是很好的。那本身还彼此互相交流，而且当时的巴勒维王朝是继土耳其在以色列1947-48年建国之后呢，第二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当时的巴勒维政府伊朗，可是现在你看两个变成是敌是仇一样，就是一切在伊斯兰革命1979年1月16号爆发之后，1921年这个巴勒维的国王特别仓皇狼狈的逃到了埃及流亡之后呢，整个伊朗就一切变掉了。你以上看到1970年代的女性这个很自由奔放的穿着，社会是那么的发达进步，还有晚上夜生活那么的精彩，百货公司跟工业的现代化是那么的这个繁荣。那时候就开始不在了。1979年之后变成了神权政府，然后也开始大力发展所谓的这个强调军事，那也开始这个实施高压的这个镇压跟统治，然后也开始跟欧美各国划清界限，也开始跟以色列变成非常这个世仇的这个敌人之后呢，一切就变成现在，也难怪美国跟以色列急于端掉现在的伊朗，恢复到以前的这个被他们推翻的那个时候的巴勒维时代。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